你好，我是车宇杰，欢迎来到我的个人网站。嗨，各位，好久不见！这半年在为祖国的 AI 事业微度一点微小的贡献，一直没时间更新视频。最近不少朋友问我的个人网站是怎么做的，那么今天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网站的建站思路。在这个视频中，我会首先整体的介绍一下一个网站从0到1需要哪些部分，然后介绍一下后端代码，最后就是前端代码。首先我们需要购买一台服务器，由于是个人网站，所以不需要太好的性能，我就购买了一台便宜的轻量级服务器，系统用的是 Ubuntu， 后端我用的编程语言是 Python。框架选择上，由于我平时习惯使用 Flask 和 Fast API， 以前也学过 Django 和 Tornado， 因此这一次我想试试据说是结合了 Fast API 和 Django 优点的后端框架 Django Ninja。 前端我之前学过 Vue， 这一次想借着做个人网站顺便学习一下 React 和 Next.js。 另外过程中也用到了 TypeScript 静态类型检查，响应式 CSS 组件库 Tailwind CSS。
交互动效动画库 FreeMotion、数据可视化库 D3JS 以及 3D 渲染库 3JS。数据库用的是轻量的 SQLite， 然后用 JUnicorn 托管 Django Ninja 应用，用 PM2 管理 Next.js 服务进程。接下来就是购买域名，并通过域名解析将其指向服务器 IP 地址，然后用 Nginx 做反向代理，管理前后端流量分发，将不同的请求转发到对应的服务中。为了提升网站的安全性，使用 SSL 证书，启用 HTTPS， 并用 Certbot 自动配置 SSL。最后对网站进行工信部备案和公安备案，就可以上线我们的个人网站了。这里说明一下，我不会逐行讲解前后端的代码实现，我会整体介绍需要的知识。如果你也想做自己的网站，你可以自行搜索学习这部分内容。比如后端，我提到了 Python， 提到了 Flask、FastAPI 等等。如果你不会后端，请在看完本视频后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框架去学习。当然，我也会在每一部分都整理出相关的学习资料，放在视频和简介里。这里我插一句啊，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放学习参考资料，因为很容易被当成广告。但是出于视频的完整性，最后还是放上了。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关键词在 B 站搜索的前几个，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搜。这里我只是给一个引子，对于那部分不知道怎么搜了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绝无利益相关。我相信如果你跟着这些视频学完，你完全可以做出你自己的个人网站。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后端，使用的框架是 Django Ninja。首先是项目依赖，这里主要是 Django Ninja 主框架， JUnicorn 用于 Python Web 应用的高性能 WSGI HTTP 服务器， Pydantic 数据验证和解析库， Resend 用于发送邮件的库，质谱 AI 用来使用 GLM AI 功能， JUnicorn config.py 是 JUnicorn 的配置，到 ENV 里存放的是谷歌地图、质谱 AI 等外部 API 的密钥 key。 数据库我用的是 SQLite。 Utils 功能函数，这里包括 AI 功能，获取城市经纬度坐标，获取请求真实 IP， 发送邮件等功能。后端核心部分是 API.py， 这里就实现了页面各个部分所需数据的增删改查接口。 Models.py 里定义了数据库 ORM 对象， Schema.py 里定义了 Pydantic 数据校验类。最后在 Django Server 的 API.py 里添加主页路由， URLs.py 里定义 URL 路由规则，在 Settings.py 里添加中间件和 Calls 配置。Migrations 文件夹包含了 Django 的迁移脚本文件，用于在数据库结构发生变更时自动管理和应用数据库的更新操作，这样可以确保数据库结构与模型代码保持一致。另外 Management 这里我写了一些命令，比如 ingest-city 可以方便的从 JSON 文件里处理程式信息并插入数据库。整体上后端是比较简单的，前端用的是 Next.js 框架，用 React 编写每个页面和组件，这部分我也是边学边写。我会把网站从头到尾的过一遍，每一部分所参考的教程我都会列出来，同时会发到视频简介或评论里，方便各位直接跳转进行学习。有些基本就是原封不动的跟着视频教程做出来的，有的是进行了一些修改，有的是学完后自由发挥的。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我的网站主要学习的是这个教程，尤其是当我切换到这个主题，你会发现整体框架就是跟着这个教程做出来的。做完这个后，我又根据自己的审美风格做了第二个主题，也就是现在默认的这个 Hero 的打字机效果，参考这个视频，使用的 React 包是 React Simple Typewriter， 这个翻牌效果参考这个 B 站视频，父母这里的粒子动画参考这个教程，黑猫这个部分的视窗滚动效果参考这个视频，主要用到了 FreeMotion。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交互动效，那么建议你搜索学习一下 FreeMotion。这张图片是我用 AI 绘图工具 Midjourney 生成的，然后用 Photoshop 抠出前、中、后3层，分别设置不同的移动轨迹。Logo 这里我是在学习了 FreeMotion 后，利用 SVG 实现了滚动控制 SVG 路径动画的效果。而这个 logo 是我很早之前学习 Illustrator 后绘制的 logo， 一直沿用至今。老罗这里的 3D 卡牌效果参考 B 站这个视频， 3D 相机参考的是这个，用到了 React 3 库。这里我是在网上找了个相机模型，然后在 Blender 里简化了一下 3D 面，重新做了材质贴图，并做了格式转换，建议转成 GLTF 格式。如果你的浏览器不支持 WebGL， 或者你手动关闭了 3D 效果，那么这里就会换成无限相册效果，这个效果参考了这个视频。视频展示这里我直接用的是 Flowbyte 组件。3D 例子这里使用了 B 站 UP 主 JID 洪斌的开源代码，模型用的是我此前虚幻5 MetaHuman 教程中的人物模型，同样在 Blender 里做了顶点简化和格式转换。
地球轨迹效果参考了翁天信的个人主页，他的个人网站特别牛，直戳我的心趴。项目的这个效果参考这个视频，用到了 React Tilt。技巧这里实际上是重复了，但为了学习就做了2种。第一种参考这个视频，第二种主要是为了学习 D3GS 的使用。经历的时间线参考这个视频，用到了 React Vertical Timeline Component。信封效果参考这个视频，信封素材是我直接在 Figma 里绘制的，同样结合 FrameMotion 来实现。发送邮件参考这个视频，用到的包是 React Email， 但实际上我是放到了后端去实现发送邮件的功能。浏览量这里我用的是 React Contap 这个包实现的。弹幕参考 B 站的这个教程，用到的包是 RC Bullets。最后回到 Hero， 我想单独说一下这个人物视频功能。最开始我就是用一个静态图片隐藏视频，等单击后切换两者的显示状态，同时播放视频就完了。在我的 Windows 电脑上显示的也很正常，但是直到某天我用 MacBook 外接另一种显示器，发现视频出现了明显的割裂。虽然我故意用 Photoshop 和 DaVinci 分别把图片和视频的底色调成了网站背景色，但是视频在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浏览器上显示的颜色非常不一样。后来我才了解到是视频的颜色空间问题，然后用 FFmpeg 把视频的颜色空间指定为 Rec 709，还是不行。最后在 ChatGPT 的指导下，改成了用 Canvas 渲染视频帧，解决了这个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主要内容。最后分享一个隐藏在我的个人网站里的小彩蛋。如果你在项目的锤子图标这里双击，你会发现鼠标变成了锤子。而这个锤子有什么用呢？当然就是拿着锤子去敲打某些人，比如敲打我。双击，双击，再双击。好，我投降了是吧？我爆了一个蛋，然后我们把蛋击碎。哦，有东西是吧？打开看看，要输入密码。至于密码是什么，它隐藏在我页面里的某个地方。注意，不是在源码里，就是在页面里的某个看得见的角落里。输入密码，剩下的就期待你的体验了。好，感谢收看本次视频，再见。